目前全球局势呈现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态势，寄生在全球海权贸易上的国家都在不自量力的狂吠，而拥有大陆的国家却都在开始接受中国这个房间里的大象，单靠对抗脱钩围堵也难以撼动的事实，在为未来如何接入中国这个当下最大的全球制造业国家和未来最大的全球市场做准备了。是的，以我们目前的经济增速来计算，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指日可待。所以美国现在将中期选举的期望寄托在跟我们谈一个4月份的大单上面。德法两国虽然现在都是全球利益派的政党在领导，但是为了民意为了经济，硬着头皮也得来拜这个码头。俄罗斯呢，自不必说，邻国双边免签就是最大的信任，对比之下完全依赖海权繁荣的这几个地方就有看点了。日本自不必说，新仇旧恨跳反很正常，而英国简直就是有点不知所谓了。在我们就波茨坦公告重申台湾是我国不可分割之领土，日本作为战败国未承担清算责任的英雄帖之后，5常国家只有英国还没有表态。不仅不表态，斯塔默最近还在发言，一边强调要加强经济合作，一方面还在强调我们是个威胁。现在了还想打正冷经热的牌，真的是说明西方这个9品中正制搞久了，政客的行为逻辑也跟有什么基因缺陷一样那股子都开始酸臭的优越感和无知混合之后，呈现出了一种黄龙山一带全都带蓝牙式的错乱和低质的体征。那立陶宛呢是典型病例卡拉斯是间歇性的，现在英国也有点早期的症状了。而同样不知所谓的还有新加坡，随着我们势必要降低对马六甲海峡的依赖，改变物流上有被卡脖子风险的局面，降低我们与全球进出口贸易对该海峡的依赖度，是必然的，也是战略需要。所以才有黄循财的那句慷他人之慨的东南亚国家跟日本的关系已经朝前看了，希望我们也如此的表态。用郭德纲老师的话说，打雷天一定离这种人远一点。其实呢，日本、英国和新加坡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寄生于海权之上的国家。而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颠覆世界过去300年的游戏规则，以陆权的崛起制衡海权独大的局面。全球地缘和供应链、资金链都在重构的当下，表面上是经济疲软和外需低迷的寒冬，其实同样也是制造业和供应链重构的最佳窗口期。从大航海时代开始，全球的贸易就必然要依赖海洋。当年的晋商、徽商没落之后，兴起的是东部沿海城市，曾经倭寇横行、自然条件恶劣、需要海上冒险讨生活的沿海地区，如今变成了经济的领头羊。全球的沿海港口城市都是因为海权主导的贸易而快速兴起的，全球的湾区也都成了不可多得的产业集群。可以说，此前300年，靠近大海就等于靠近财富，远离大海就意味着闭塞和贫穷。但是未来20年，这个局面就会被打破。我国沿海的区域优势不会消失，但是内陆将会随着我国主导的陆权平衡而获得新的发展机遇。实际上，俄乌冲突爆发之前有一个大背景，大家可能都已经遗忘了。就在当时，中欧投资协议即将落地，德国跟俄罗斯的北溪管道2号要建成投入使用了。倘若中俄欧3大经济体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欧亚大陆经济体，也就是说，随着一带一路、中欧班列等等渠道的开通，陆上的生产要素流动将会大大加快的话，当时主政的民主党是完全不想看到的。可以说，现在的民主党就是英国当年大陆均衡策略最根正苗红的继承人，让大陆动荡争夺，自己在离岸观火，接受避险的资金各种红利进入，等大陆打坏了、打穷了再去收割，于是才悍然对中俄同时发起了挑战，对俄热战，对我们金融战。为什么拜登是全球利益派的英雄呢？就是因为他确实成功的打散了欧亚大陆的联合。这片大陆的 GDP 占全球总量的 60%， 价值4万亿美元，但是其中 80-90% 都需要靠海运绕着这个大陆走这么一大圈。而海运和陆运的贸易模式最大的不同就在于，陆运是一个高参与度的高胜率低收益的模式，谁都可以沿着贸易的沿途做生意，没有到不了的地方，走到哪里市场就在哪里，大生意或者小买卖都能找到自己的生态位，整个贸易的链条会普惠到沿线的所有地区和居民，风险小，但是收益也低，因为不存在垄断嘛，小蚂蚁也可以分大鳄鱼的蛋糕啊。但是海运就不一样了，那是一个高风险高收益，越大的参与者越容易赚钱的模式。
一船的货运到了才能赚钱，在海里出了事儿就是全损。船越大越抗风浪，到了地方人越多，能抢就抢，不能抢再贸易。所以要么一无所有，要么无本的买卖，一本万利。以前海运的优势是快，陆路交通限于技术，要绕路啊或者翻山越岭是很慢的，运输规模也很小。但是很显然，随着我们的基建水平的提高，全球贸易的商品附加值的增加，铁路运输和航空运输都将成为新的选择。而且随着北极航线的开通，要注意啊，北冰洋航线啊更像是大陆内河模式的这个航运，给了传统以海权区域优势为生的国家也分走了巨大的利益蛋糕。那对于美国来说，它依然有广袤的美洲大陆和自己的3亿人口的市场，可是日本、英国和新加坡可就啥都没有了。一旦欧亚大陆进出口有一半开始转为陆上和航空运输，也就意味着马六甲海峡卡住我们的能源和原材料进口，就只是帮助竞争对手在陆路上扩大贸易运输额而已。而马六甲作为运输咽喉的地位下降，新加坡很快就会失去光环，退化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国。日本和英国就将沦为大陆边缘的陪衬，商品可以从我国直通欧洲腹地，英国就会从全球海权的霸主彻底沦为趴窗户朝大陆内张望的庶子。那么有了陆上通道，再也不用担心海上行动会对航道影响的我们，届时就可以帮日本把南边的大门也给它关上。北边的千岛群岛已经被俄罗斯锁死了，随着我们把琉球的这个南大门也上了锁，本子就会彻底的被锁死在日本海这片小小的水域里。也就是说，北极航线、欧亚铁路运输以及未来的航空运输将会彻底带动陆权的崛起。根据黄奇帆先生最新的演讲中的统计啊，未来20年陆上运输的 GDP 将跟海运平分秋色。因为航运目前都是些能源啊、原材料啊、大宗商品为主，那石油、煤炭、天然气等等这些东西量大，对时间不敏感，附加值低。而北冰洋的航路的开通，首先就能在这个部分的运输上分走一大块蛋糕。北冰洋啊，只有太平洋的1/8大，航路周围全是结冰的状态，包围在多国之中，并没有一些诸如马六甲海峡啊、霍尔莫兹啊，或者是曼德海峡这样的专属于某一国的航路控制条件。更像是环北冰洋周边国家的内河运输，只要自然环境允许，航路就是通畅的。北极航路的补给啊、救援这些基础设施，仅仅分布于少数的沿岸港口，航线运转啊高度依赖沿岸陆地的设施，与内河航运依赖码头补给的模式一模一样。而这呢是完全不同于大洋航路可以依托全球广泛分布的远洋港口网络实现补给和中转的这种模式的。所以从东亚港口经东北航道，如果到欧洲，比传统苏伊士运河绕到地中海这个航线缩短了接近30%的航程，成本呢也自然降低了。这对价格敏感型的大宗航运和时间敏感型的商品运输都极具有吸引力。而陆上的铁路运输，大家现在已经发现了，我们是合作到哪里，铁路就修到哪里，这本身就代表了我们选取的未来的发展方向很确定。陆权的崛起本身就是普惠的，因为陆上贸易是从线到面，铁路沿线必然会受到带动，进而带动周边的地区的发展，而不是海权贸易财富只能从点到点的传递。随着中俄关系的推动，原本完全由前苏联控制的中亚区域将成为我们整合欧亚大陆的重要踏板。实际上，仅仅就是一个中欧班列，就已经深刻地改写了全球贸易的格局。就在前面的10月28号，成都发往波兰马拉舍维奇的这个班次列车就成为了第12万列中欧班列，发送货值已经超过了4900亿美元，服务范围覆盖了欧亚全境，已经占到了欧亚大陆贸易额的1%。根据黄奇帆先生的这个数据统计，在未来10年，欧亚大陆非传统航运的贸易规模将可能达到2万亿。北极航线目前尚不稳定，那么 1.5万亿美元的贸易额，一部分靠不断扩大的一带一路贸易网络，靠中欧班列越来越高的商品附加值，靠欧盟国家逐年再创新高的网购包裹数量。要知道24年欧洲邮政包裹总数有46亿个，其中90%以上来自中国，他们只有10亿人口平均每人4.6个。无论贸易战怎么喊，包裹它就是翻着番的增加，这就是法国其实没啥好合作条件拿出来，也不得不来咱家开光的原因，选民们乐于看到嘛。德国就更有意思了，一帮白左政客天天大放厥词，企业那是头也不回的卷铺盖就来华呀，在欧洲不断裁员，在中国不断建厂。德国他们不来，就不只是没有选票了，可能还会失去金主的欢心。那除了以上2个扩大欧亚大陆陆权贸易规模的选项，剩下的就是空运了。煤炭、钢铁这些必须走水路，
是因为规模大，单位重量呢更便宜。但是现在我们造的是什么？是芯片、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生物医药这些产品，单位重量的附加值很高，怕颠簸，时间敏感。走空运虽然贵，但是算下来，地面物流成本其实也只占到了它总成本的1%到2%。而一旦加上了航空引擎，从西安的芯片交付到欧洲只需要3天时间，郑州的手机生产周期能从15天压缩到7天，这节省的时间对于国际贸易来说就是生命线啊，就是财富线。死磕高端制造业、高科技行业的国策必然的选择。现在的制造业很难，而且要升级更难。但是只有守住这块制造业的阵地，才能真的迎来陆权主导下的贸易的春天。人类的历史上，只有英国、美国和现在的我国达到了全球制造业占比30%以上的成就。这是我们手里最硬的牌，是我们不跪的底气，也是复兴的希望。哪怕现在制造业在寒风中低血糖的状态下苦苦支撑，但是只要阵地在，我们的就业、产业链、技术落地的场景就在，未来财富生发的种子和土壤也在。现在的经济环境，悲观者往往显得很正确，因为困难就是摆在明面上的。可是诸位，风物长宜放眼量，趋势在这里，信号也在这里。中国经济未来20年的版图将完全由我们所主导的陆权来展开。冬天都冷了好一阵子了，春天就已经不远了。这么长的看完了，关注一下吧。